这几天呢，大家围着个老头子转，耽误了很多功夫。我走了，大家各忙各的吧。高老，您这次来，我们接待不周，请您多担待。我担待不起呀。该说的话呢，我都说了。很多问题不是元溪县的问题，也不是黄原老区的问题，而是全国性的问题。慢慢来，一步步解决吧。小田啊，不要怕担子重，恐怕日后啊，你要担起更重的担子。高老的几句话让田福军内心顿时感到了不安，也感到愧疚。只有他自己明白，他的内心比他肩上的担子更沉重。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还要面对什么，还要孤军奋战多久。但他知道，面对其他领导干部和元溪县的百姓，他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和万全的准备。这下我们是痛下大娄子。是啊，痛下这么大的娄子，我认为是人为的。我在头一辆车上领路，没想到高老的车突然拐弯跑了，人在半中间下了车，空车领着在山里转。这事啊，得问福军，他跟高老在一辆车上。我是跟高老在一辆车上，可是高老突然在中间提出要去看厉老和徐老，这个事情不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。我说我不陪着去，高老当即就表示，要向省委汇报，要处分我。啥罪名处分你啊？高老走的时候交代了，双水村土地承包没干成的事儿，暂不做处理。怎么处分你啊？事到如今，大错已经铸下了。明天我向省级领导做检讨，要杀要剐就由人家了。哎，福军，那个孙胜啊，咋突然跑到高老的车上去了？这次我也不清楚，等我查清楚了再向你汇报去吧。你变了，福军，你变了。我是变了，但是我没有变得没有党性，没有原则。你变狡猾了，你不露声色来这么一手，我佩服你。昨天在路上，高老一直在说一句话，我记忆深刻。高老说啊，战争年代啊，是咱们跟敌人在玩游戏，现在呢，是自己跟自己人玩游戏。你这不是骂人？那你挺着个大肚子还让你自己洗？哼！原来都是你给我洗，天天洗啊！这偏偏把我这个泥腿子惯上一个睡觉前要洗脚洗脸的毛病，现在弄得我要是不洗完了，钻到被窝里都睡不着觉了。这眼下是大白天，还洗啥脚呀？这不是明天下雨吗？给你热乎热乎，对娃也好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啊？我见你夜里一个人在黑地里头。我就是瞎做。你不说我就不洗了。你这是干啥呀？好好说。
我就在想哈，这就2年吧，这个国家好像是睡醒了，我也该睡醒了，总想干点什么，变一变。咋变呢？我现在在想着打这2道啥的主意。你这是叫我看什了？你好好看一下呀！看什么？我没有看出什么味道。你好好看吧，越看是越好看。哎，三看你也好看。哎呀，我眼前这不是妙平山，也不是神仙山，嘿，这是一座土坝啊！土坝？我咋没看出来？哎，是这副大叔啊，你看啊，咱们要是用炸药把这个妙平山和神仙山一边炸下来一半，肯定能来一个大坝，把这五环里的苦叶河改造成一条米粮船，你看咋样吧？你要炸山呢？哎，一边炸下来半个。哎呀，你这个想法弄得我是心惊肉跳。那你是赞成？哎，我不赞成。你咋能不赞成吧？副大叔，这2座山要是炸下来，那肯定是10个街最大的一座土坝了。不用1、2年，这个苦叶河肯定是能汇成一条平川啊！到那个时候，咱们双水村这个田粮肯定要翻倍了。你不要说产量是过港要啊！哎，就是那个产量连黄河、长江都挡不住。哎呀，副大叔，你真是个明白人。那你到底是赞成啊，还是不赞成？你说呢？你是讽刺啊？哦，听出来了。咋是这么，副大叔？原来你也干过别人不敢干的事，也冒过险。现在咋不干了？你叫我咋干？哦，就干你那种私分猪饲料地，干那种私底下搞私人承包，啊？你娃不要忘了，头一回公社就批判你，2一回你把你抓到村里头，差点叫你娃蹲大狱，这个教训你都不接受，啊？再说你弄下那么多地干什么呀？社员积极性也提不起来。他不是跟着混工分了？你真的是不知道呀，副大叔。这春节之前说是要推行生产责任制啊！不可能。那要不可能，那4人帮不是白打倒了吗？咋你是国家主席？我不是，我是国家的老百姓。哦，你还知道你是个老百姓？但你是国家干部啊。呀，不要走那么快吧！你看这炸山这事，哎呀，你不要老想着炸山的事情。哎呀，那个不想着炸山这个事，可想什么呀？你娃心里是不是还有润叶？润叶？我没有说润叶，说山的事。你现在娶了个好婆姨，还怀上娃娃了。我家润叶说是结婚了，跟没结一样。这事情都怪你。润叶咋了？说。哎，你看你能不能去劝劝润叶？我去劝什么呀？说的再说，那我见他不是害他吗？向前是个好娃娃，他能让润叶过上好日子。自从俊斌死了以后，孙玉婷给王彩娥安排了赵早这个全村人都眼红的好营生，彩娥也就渐渐地把他的魂儿给勾住了。起先他还没意识到彩娥勾扯他，直到去年打枣那天，彩娥偷偷在他手上捏了一把以后，他才全明白了他的意思。当然，他一下就招架不住了。很快，他就着了魔似的，不顾一切到这个窑洞来寻找温暖和抚爱了。于是，
彩娥和孙玉婷的关系也就成了公开的秘密。副堂主，我到家里没有寻见你，想着你也不能在地里干活，肯定是在这趟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趟？那天我跟你说了炸山这个事，我看得明白，你听进去了。说，你说这些个年，咱一直拼了命的想过上好光景，拼到现在也没有拼出个18名堂。我想真是不能再这样活了，不敢再穷下去了。国家现在都要变了，那咱靠着自己还不变一下？咱不是社会主义的公社吗？那是公社里的社员不干点社员该干的事。少安，你看啊，妙平山这边没有住人，随便炸没有问题。可是神仙山这边，金家的人都在这塔住着。哎，你炸山就要用炸药，而且至少要有10几吨。10几吨炸药，你还不把金家活的死的都炸平了？说，是。炸山之前肯定得让金家人搬家呀！你说的容易，搬家。金光亮他们几家没有问题，他是地主成分，他不敢说什么。可是金俊武弟兄3个咋办？我想过这个事了。哎呀，他们3兄弟啊，主要还是看俊武。俊文没有18主意嘛。那俊斌那个媳妇王彩娥，一个妇道人家，主18事啊？就是俊斌活着，也得听他哥俊武的。对着呢，关键是俊武。对吧？这个人麻缠得很。他是2队队长，这就是说，你1队队长要炸2队队长。那所以你去帮我说说嘛。我帮你说。我帮你说，恐怕不管用。你真没有听说？听说什么？真不知道。什么事？那俊山叔说你要不带头干这个事，他就带头干了。金俊山？是吧？副支书吧。徐主任还说了，俊山叔要是干出好成绩，就好接你这个支书的班。徐主任是这么说的，可就他是这么说。少安，这个指挥棒我给你，你愿意干你就干，路上的石头自己搬。我觉得这个事还是你带头干好，你是支书啊。哎呀，我老了，我干不动了，这么大的事情我怕是干不下来。哎呀，他金俊山要接我的班，我拦不住。不过这个事情，我宁可给你，我不会给金俊山。那我还不是党员嘞。好，你准备怎么干呢？我觉得还是你带头开个干部会好一些。那干部的思想是统一了，村委就好办了吧？村看村，户看户吧。那社员得看着对干部，我还不是干部嘞哈。少安。这回我暗地里支持你一把。暗地？哦，你这个事情弄成以后，你也帮我一个忙。你说吧，什么事情我都答应你。你帮我去给润叶说一下，叫他跟向前把日子过好。那成不成嘛？我答应。鸡管的事，只管做到这场成绩。都说我少安是双水村的能人，
你这2队队长也是咱村的强人啊，那你的意见？我的意见，这个工程太小了。啥？这工程还小？农业学大寨嘛，要干就干大的，干脆把金家湾跟田家阁老2边的山都炸掉，啊，再把东拉河拦起来，几十里沟道就变成了一马平川。这样，咱们双水村的粮食不但过长江，而且全10个街公社都能跨过来。咱把这个经验推广一下，咱把陕北的山也都炸掉，把咱整个陕北变成几百里的平原，这样对革命事业啊更有好处了。俊武啊，我就当你这是耍笑了。哎，不敢拿祖先的老家当耍笑。好在啊，不管怎么选这个把子啊，还不至于伤及金家的祖坟。这是感谢他。俊武，这炸山大坝这事一旦是办成了，那一定是造福渔民的大好事嘛。对着呢，造福渔民的。我日，吃了100个枣，吐了1个壶，造福渔民？少安，你还差得远。俊山叔，你这是啥意思嘛？那你是反对这事？反对！这么大的事情，一没有上头批准，2没有郡武同意，你显啥能啊？啊？你这咋还成是我显能了吗？少安碎娃，我们是有组织的人，是吗？所以才要开会嘛。那副堂叔组织这个会，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副堂，你这个支书看着后生胡日鬼也不管。副堂叔，是这啊，这个农业学大寨，这是个大事情啊。是大事情。你表的是个什么态啊？莫测大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俊武。哎呀，老了，俊山叔，你不要老了。哎呀，俊山说老了，不是说他自己老了，那是说给我听的，是说我老了，该退了。哎呀，我这个直属现在还不能退。对，不能退。哦，少安，你要走口气了啊。我现在就找俊武，再和他谈一谈。哎，你不先去一趟公社？有了上头的精神，好办事。那搬家这个事还得让郡武同意才能办成吗？不敢拿上头压人，那这是一件好事吗？副堂叔，那肯定是造福渔民的大好事嘛。郡武能同意？哎呀，郡武是个啥人，你还不知道？他能心甘情愿地看着你把他家的祖坟炸平了，成全你少安逞能？这咋是少安逞能呢？嘿嘿。二爸，你这干甚呢？少安，快过来帮忙，快！我是按会上商量的，把咱队上的2万多斤储备粮卖了，换他10几吨炸药，炸山修坝。谁让你这样干的？队上呀。这上头还没有批准呢，8字没有1撇的事，急不得。咋不急呢？你听我说啊，我给你分析一下形势啊。你看看啊，这《人民日报》8月7号发表的社论，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。少安呀，感谢党，你这回是和党中央想到一块儿去了，组织上一定能批准。你等等，你听我说，现在全国学大寨，咱双水村呀，再不能像往年一样小打小闹了。今冬明春，咱就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大显一下身手。到时候，不仅要震动元溪县，还要震动整个黄原地区。这个事郡武还没有同意嘛，我还得找他再谈一下呢。
咱就以革命的名义强行实施。他金俊武即便反对，也阻止不了。但是不管咋说，咱们都还是活在双水村的人。你不管是孙家还是田家，这一代还是下一代，那都得和金家共处，这个仇结不了。你听我说，你不要动了，你先放下嘛。哎呀，那咱就来个迂回战术，把金俊武家撇在一边，先做其他几家人的工作，各个击破。只要其他几家人同意了，那他共产党员2队队长金俊武还能再反抗吗？这不能行。能行，能行。咱先从金光亮兄弟下手，你直接通知他们搬家，我料他们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下，绝对服从。你让他们什么时候搬，他们就什么时候搬。至于金俊武家这边，彩娥的工作就让我去做，只要彩娥一同意啊，就等于是把金俊武家缺口打开了。你去做彩娥的工作，啊，在炕上做。你跟彩娥那个破事外头的风言风语，你知道不？那全村人背着咱家议论成一窝蜂了，你知道不？二爸，议论什么？哎，你说。俊山啊，徐副主任，这天这么晚了，你到公社来干啥？你这是不让我下班了？徐副主任，我要告状。告状？嗯。走走走，里面谈。你说，外面都咋说他？咋难听咋说。你爸我哥知道不？你说了。不知道。可不敢让他知道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这都是为了工作。你咋又不吭声呢？你是不是也不相信你二爸？那嘴是长在别人的脸上，路走在自己的脚下，你做什么了？想想个二妈，我爸，咱这个家。我出国和凤英，从来没有和胖子女人相好过。我一心一意闹革命，从来不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情。你干啥去？我找彩娥呀。啥？我刚说完你就忘了？我没有啊，我找彩娥。你去公社找领导，还是找金俊武，我不管。分头行动，咱干的是革命的大事，顾不上这些个。天黑下你不要去。天黑天亮一个样，嘴长在别人脸上，随人说。你是说把神仙山和妙平山给炸了？啊，你看，孙少安把地图都画好了，他哪有把上面领导放在眼里啊？俊山呐，啊，你这状搞得太好了。这个田福堂也不太像话，没有上面组织的批准，擅自放任后生显能瞎干。这可是个大事儿，好事儿，能登报的妙事儿，比大会战还好。哎，啥？俊山呐，全国都在农业学大寨，咱们学大寨，不能光学别人，凭个7勾8梁一面坡吧，那不是还是跟在别人屁股后边10分？咱们要学大寨，就得学人家改天换地的精神和气概。这事儿要是弄好了，咱们10个街公社，在元溪县啊不，在黄原地区，那可是先进典型。这事儿，我徐志功100%的支持。我还以为你一定会反对这件事情。哎，我怎么会反对呢？这些年来，这庄稼人的苦没少受。哎，这年年下来，常常是两手空空，人民群众没热情，我心里也难受。都说我左，可你们不知道我的苦心呐。哎呀，你看你说的，我这心里也难受啊。这可是个好事啊，只是孙少安要弄，有点可惜了。
不行，这事儿你得把他接下来。孙少安太年轻，别出点啥事情。这老田身体不好，年纪也大了，这支部书记的担子你得担。我明白了，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干好。哎，这个孙少安要是出点啥事儿，这事儿可就好办了。哎呀，这么大个村子，咋都会闹出点啥事情呢？这个孙玉婷和王彩娥，他俩的婚事儿可传得远了啊！连我这个公社的领导可都听说了。去武，队里决定了啊，给你们几家在金家湾的北边鼓几口新窑洞。哎，你觉得队里鼓的那几口新窑，比我爸鼓的那几口旧窑强吗？哎呀，军武，这话说的，那你们那都是老家的，那是西安人的血汗嘛。你啥都知道，那就啥也别说了。我不能对不起我死去的老爸和弟。军武，我知道你是个大孝子，我也知道金老先生给这乡邻村社谋了多少福。那东兰河一带上了年纪的人，一提起金老先生，哪个不是眼含着热泪说的好话了？那我都知道，原来村里这穷人家的娃上不起学，那金老先生一分钱都不要，义务办学，教村里的娃们读书识字。我知道啊，但是你说，咱们现在这个烂包的光景，咱年年说跟穷斗，那斗来斗去还是个穷字当头吧？那现在这是个机会嘛，是咱们村里人的机会。我相信金老先生战天有灵，肯定是支持我们这么办的。少安，你你自己不说，你还把我爸出来跟我说。呀，军武你就同意嘛。我不能冒这个险，这个家已经够倒霉的了。军兵为队里送了命，现在还要砸先人留下的几孔窑洞，这不是家破人亡吗？让我，你咋才能同意嘛？明儿个太阳从西边出来，我都能同意。那我就在这等着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！秀莲，哎呦，你们都来了啊！这是咋了嘛？怎么一个个的都挤到这小窑里来了？哎呀，我们啊都是来陪你了。少安跟那个金家湾这个金居武杠上了，他呀是等那个日头从西边出来了，今天晚上不回来了，怕你去，所以啊让我们照顾你了。老师啊，咱们村里啊就缺少这种等太阳从西边出来的人。哎，对着了嘛。这个革命事业从来不会一帆风顺的哦。哎，这日头咋能从西边出来呢？哎呀，不是日头从西边出来的事嘛，是和金居武的另外一回事。那居武一天不同意扎山，那少安每天就在等着日头从西边出来，那咋行嘛？啊，秀莲，你大着个肚子，你千万不敢去寻他，给他添麻烦呢。我没说要去啊。咦，那你这个被子快得结结实实的，是不是送给少安的？哎呀，这么小的事情，你让你二爸去嘛？哎，这个死鬼跑哪儿去了？少安的被子我去送吧。都不去。狗娃能把日头从西边瞪出来，现在这日头就是几句。
你在这儿坐等了一夜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？太阳虽然没有从西边出来，但是你出来了，我就知道你没有走。你知道我在这儿？我在这儿等了你一夜，就是想等你回来。我奇怪，你为什么不到公社去请示扎山呢？只要上头一批准，你有了尚方宝剑，你的腰杆子就能硬，直接召开社员大会，强制搬家。谁还有理由反对这行动呢？反对这行动，就等于反对农业学大赛。为什么要在这儿和我低眉顺眼呢？哎呀，觉悟啊！你说咱们认识这么多年，还不知道我孙少安是个什么人？啊，我光拿着上边的尚方宝剑，不征得你的意见，就把这家和祖坟都给炸了。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哼，话说的好听，就像上头一定能批准一样。不过这次我同意，我不能让祖宗死了，在天上看着我们下辈们还在受穷。列祖，我后人金俊武在这里给你坟头磕头。少安，你赶紧去公社吧，给上级领导汇报这个事。白冰川白主任已经批准了。觉悟啊，你没有对不起景先生。景先生他老人家在天有灵，一定知道我们做的是个好事。太阳出来了。现在，对于炸山这件事儿，金家人里就只剩下金俊山没有被说服了。少安早就知道，金俊山不服气他孙少安，常常曲了拐弯的找他麻烦。可这次的情况比往常严重多了。要让金俊山同意，少安可要好好的费些心思了。哎，捕头，哦，来了。少安呢？哎，在这他。少安，哎。这一早把大伙儿叫到这儿，到底啥事儿啊？啊！我看你这几天这脚下忙得停不下来，这比国家领导人还忙啊！哎呀，真不敢这么说，这说是真有个事我想不明白。哎，你说咱这个1亩地，为什么只能打出100多公斤的粮食来？哎呦，这1亩地呀，打不了200公斤粮食，这地要精耕细作，要改良品种。改良品种咋改良？哎呀，就好比养羊啊，要找个大羊才能下个大羊嘛。嘿，咋样的爸生咋样的娃。哦，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，就是说这个麦子爸爸产量是高，这个麦子娃产量肯定是也高啊。那土地就好比是麦子麻啊，是这。但是咱这个双水村，要是这个麦子麻不变一变，这麦子爸再咋样也弄不成，是不是？这个蒙松孙娃，给我讲上种地了啊！我就日啊！你知道我种了多少年地？你种了多少年地？是，你看，说你这样说是啥意思？那咋着？咱俩还当着大家的面跟这比一比？比！不敢起哄！哎呀！别别嘛！少安娃，不敢胡说。你俊三叔30多年的庄稼把式，你跟他比呢？是不是？他要比，我跟他比呀。我们今天就比耙地。你要是输了，就低头好好种你的地，不要在咱10个的公社瞎置换。能行能行。要是你输了呢？我输啊！
哎，叔，你看这样能行不好？要是你输了，你就支持个藏山蓝霸。好，比！这上完胆子可真大呀，敢跟俊山叔比嘞。玉婷，玉婷，黄师嘞，我是你哥。子腿飞了。玉婷，玉婷，你出来！哎，孙玉婷不在这儿。你把门打开，让我进去看。哎，你这老汉，寡妇门前你还踹门子嘞？玉婷，要当我还是你哥，你就出来。我这是为了工作。再说话他是我哥。玉婷，咋是个这样？人家说你往寡妇门里窜，我还不信了。我刚说了，我这是为了工作。啊，对。你把我堵在这寡妇家里，让我咋敢露脸了吗？你出来说。我不出。你不出来，我就在这等着你。这个庄稼地的活啊，分两种啊，一是地里的活，看你和地情不情；还有就是牲口的活，看你和牲口情不情。哈，这个耙地啊，是既讲究地里的活，又讲究牲口的活。一般啊，老的庄稼把式，他才耙得好。啊，你看，站在上面，这个腰力要掌握好啊，脚下不能乱，脚下一乱就行了，行了。田会计，你咱现在把这2块地丈量一下。哎，不用量了，叔。左边这块地是1亩3分，右边是1亩3分5。哎呀，对着呢。这队里的地啊，上完是1清2楚啊！哎，俊山叔啊，看这样能行不好？这个地我先来选，你要是选地也不好选。你说你选小的吧，怕占我便宜；选大的又怕自己吃亏。那我就选这块大的啊，1亩3分5的。啊，咱行了，不要说了，咱开始吧。啊，玉婷啊，你还记不记得你结婚之前，我跟凤英是怎么说的？我记得，你说。从今以后，我家就是你家，你凤英就是我的妹，我就是你哥，咱这双水村，咱这国家，就是你的爸，你的妈。我这哥是咋当的？让你进了这门，他就出不来了。那你还记不记得，你在结婚前，你自己跟凤英是咋说的？我记得，我说。从今以后，我把你捧手心里，扛头顶上，我天天给你晨昏3口手，早晚一炉香。孬种样子！亏你还记得，还把他捧在手心上，放在头顶上。我看你现在是把他放到沟子后头了。来，开始，走。哎呀，没事，来吧。哎呀，这咋了嘛？这是。你赢了。咋是我赢了呢？我心里有数啊。你输了是给我颜面，但是要告诉我，其实是你赢了我了。我问你一句话，你站哪边？我不站队。不站队？不站队。哎，我也不站在福堂叔的塔，也不站在李正塔，但是其实我两边都站。都站？是这。其实我就是那个在你和福堂叔中间的这个人，不在你这边也是在你这边，不在他那边也在他那边。
哎呀，你们脑子能得很啊，几十岁的人都比不上啊。你说哈，就咱耕这个地，咋耕也就是这块地，咋干也就是这么些个粮食，这不在乎是麦子爸爸和麦子妈的事，是个地的事，就这么多地。咱要真把那个山给炸了，不光是拦个坝，还能开出一大片平地来，那能多少粮食？行，这炸山就炸山嘛，又是跟我犟种地，又是跟我比耙地的，这不是绕着方着让我支持你吗？啊，行，我同意了。哎，我有话在先，你要出一点纰漏，我一定打你的报告。哎呀，叔你放心，你就放心吧，君山叔同意了。同意了吗？海明。孙老汉，你说这一堆话是什么意思嘞？你想做甚嘞？人家孙干部是光明正大的来找我说炸窑的事，哎，你堵到个门口，哎，你是想做甚嘞？